咖啡豆处理法之蜜处理法，同样是咖啡豆的3大处理法之一。但是很多人可能对这种处理法有些误会，因为这个处理法的名字，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方法的豆子喝起来很甜，或者是用蜜来处理咖啡。但这2种理解其实都是不对的。这里的蜜指的是咖啡豆的果胶层，粘得像是蜜一样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蜜处理的过程。蜜处理其实就像是之前讲到的水洗法和日晒法的结合。首先，咖啡浆果都是要经过初步筛选，接下来的一步和水洗一样，去除咖啡浆果的果皮和果肉，保留果胶层。果胶层保留了大量的糖分和酸味物质，而果胶层就是蜜处理的关键。根据刮去果胶的比例不同，蜜处理的豆子又分为黑蜜，几乎保留所有果胶；红蜜果胶刮去20%左右；黄蜜果胶刮去50%以上。完成去皮步骤后，和日晒差不多。暴晒这一步是蜜处理最难，同时也是最讲究的一步。暴晒的程度很难把握，晒的时间短了，咖啡豆无法保留果胶层中的物质；而时间长了，由于不像日晒法的咖啡浆果有果皮的保护，果胶很容易过度发酵，使豆子发霉。晾晒时同样是放在水泥地或者架子上，最初的几天，每隔几小时，甚至每隔1小时，都要对豆子进行翻动。随含水量降低，翻动的频率慢慢减少，直到含水量降至12%以下，暴晒这一步便完成了。最后的处理和另外2种方法类似，脱壳，去除掉果胶层以及银皮，如此便得到了蜜处理的咖啡生豆。蜜处理法最初约在1900年由巴西人所发明，起因是水洗法成本太高，而且非常耗水，很多贫困或者水资源紧张的地区很难负担这种处理法。而对于巴西来说，气候潮湿，日晒法也不能完全适用，于是便诞生了这种2者结合的处理方法。这种方法在当时也被称为半水洗法或者半日晒法。2000年左右，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引进此法，并进行了改进，改进后便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蜜处理法。如果说日晒咖啡豆的缺点是杂味较多，水洗咖啡豆的缺点是太过干净，缺少层次，那蜜处理的咖啡豆的特色就是保留了水洗的干净，又赋予日晒的层次，风味之间的平衡度是蜜处理法的最大特色。其原因主要在于处理的过程中浓缩了果胶的糖分及酸质，让咖啡豆同时保有2种处理法的特性。使用蜜处理法还有另一个好处，就是不用大量的清水，对于水资源紧缺的地区来说是个很好的处理方法。此外成本也会低很多。蜜处理法的好处这么多，那为什么还需要其他的处理法呢？原因是蜜处理法的咖啡豆是所有处理法里面最费时且耗工的，要达成上述这些优点，需要非常精准的控制及大量的人力处理，以至于发展受限。但蜜处理法的风味是毋庸置疑的。现在问题来了，3种处理法，你更喜欢哪一种呢？